故事是这样开始的，不知道是不是台积电进驻熊本加持，或是各大有土博不断的洗版哦。九州福冈这几年变成台湾人超热门观光地，这次刚好有机会来到福冈出差，听老婆说有一个日本在地品牌的鞋店很赞，要我陪她去采购。不过这间鞋店的位置在较偏的住宅区，不好抵达，就这样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被拖去。到了之后，这间鞋店的气场立刻吸引我的注意。比起鞋子，我反而更在意它的建筑。这建筑散发一股厉害的气息，有一些令人意外的细节巧思，像是大门口的主视觉植栽居然选用铁树，在严谨的都会住宅中增添了些放松的气氛。鞋子的陈设方式很特别，有些放在石头上，有些用二丁挂铺垫，壁面用贴纸砖的异胶泥直接刮纹装饰，工字钢的底座用石头包裹润饰，不知道是什么黑科技哦，找不出任何的切缝。还有令人感到尊爵不凡的试鞋椅、试鞋镜，情绪价值拉满。直觉告诉我这不对劲啊，立马查这间店的资讯，查了发现大有来头。直觉果然是对的，这个建筑是由下川彻设计，是日本当代备受瞩目的新锐建筑师。他也自学建筑起家，并在极年轻时就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作品以洗练极简美学、自然材质的细腻工艺，模糊室内外的边界为核心。先介绍几个他的代表作：气茶竹熊。这间位于熊本南小国町的气茶店，完美体现了将建筑消融于地形中的室外建筑理念，大量运用古老传统木材与土墙古法工艺，在群山环绕的乡村打造一座融入地景、充满泥土木头芬芳的古朴风格绝美气茶店，将大自然地方风土与现代极简主义完美融合的作品。没有边界感的开放空间，室内基本不装设人工照明，完全依赖随时间推移在木质表面与水面上产生的自然光影跳动。建筑打破了室内外的隔阂，宽敞的木地板延伸向外，微风可以自由地在空间中穿堂流动。坐在木台上抬头就是阿苏山路绵延的风光，让人体会到何谓真正的与自然共生。气茶竹熊绝不只是拍照打卡的完美景点，它是建筑师下川彻用空间写给大自然的情书。在这里，建筑成了配角，风、水、光、影才是真正的主角。再来是位于太宰府天满宫参道上的名店梅之饼安吾。下川彻利用庄严高耸的石材立面，将传统日式点心店改造得像现代美术馆般的充满仪式感。他借鉴了太宰府天满宫的建筑语言，店面外观由巨大粗犷的灰石材堆砌而成，屋檐则是垂挂沉稳的红铜瓦片，整栋建筑散发着一种如神社般庄严肃穆的沉静美感。来看一下改造前的样子，看起来非常一般的店，看了就忘了那一种。这个令人惊艳的设计贯穿店内，古色古香的深邃长廊。长廊的开头是一座由日本著名的万城石雕琢成的洗手盆，井水潺潺滴落，滋润着青苔。这个设计将神社参半前洗手静心的仪式感引入店。空间的核心是由非洲红花梨木打造了六角形极简柜台，柜台的后方是全透明的玻璃板工作区。路过的旅人能够像欣赏职人熟练的操作铁模，翻转烘烤梅之饼，视觉与嗅觉双重感受。接着，位于天满宫附近静谧的巷弄中，一座充满自然灵性、能感受四季变化的当代木造建筑。这是2024年完工的新构建筑，主体结构采木造轴主工法。下川彻延续对自然材质的偏执，室内空间大量运用温润的木材、锯齿感的漆灰墙面，呈现出极具现代感却又保有传统和风韵味。建筑设计核心在于能在此感受四季变化的空间感。室内空间向精致的日式庭院开放，透过大面积开窗，
以苔藓为主角，打造的自然景观引入室内，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禅院中咏散。下端彻在细节处展现惊人的掌控力，为了挑选合适的带盒石，他亲自前往岐阜确认原石的质感。室内空间用了10吨的石材，使用割基、凿切等加工处理，增加纹理厚度，与赤色木材、地砖及墙面交织出浓密且和谐的空间层次，体验内外借景庭园美学的巅峰之作。位在大分县日田市，这栋建筑是品牌服饰旗舰店，设计挑战了商业空间与公共街道之间的视线边界，半架空的安排视线高度差。建筑是为了让店内顾客在挑选衣物时能感到放松，不被街上行人的视线直接干扰，设计了独特的空间配置。男性服饰层设于半地下位置，而女性服饰层则相应抬高半层。建筑外部环绕着粗犷的钢筋混凝土梁柱，形成了一种半户外的缓冲区。楼顶板重复出现的格子具有视觉的冲击力。下端侧在材质运用上一如往常的偏执细腻，主体使用轻质混凝土喷涂装饰，呈现强烈的质感。室内的搭配木质构件，异材质的碰撞，营造出沉稳且具有张力的环境。从内部向外看，能同时感受到丰富的植栽与混凝土强烈的肌理。这种硬质材料与软性自然的共存，提供了极佳的缓冲疗愈感。它的设计非常的大胆，勇于尝试哦。侘寂风一不小心很容易搞成废墟风，拓海与填海一线之间哦。高见病院是下川彻于2021年完成的医疗与住宅复合式的作品。这座建筑将专业医疗与私人居住环境整合在一起，在开阔基地上将动物医院与2座住宅结合为一体的建筑计划。建筑利用基地广阔的特性，以舒展的水平线与低调的量体呈现，避免了医疗设施常见的冰冷形象，反而是一座稳于环境中的现代庄园。从建筑外观看，屋顶具有细腻的弧度变化，在黄昏时刻，建筑内部的光线透过大面积开窗与结构缝隙流泻而出，使整座诊所在住宅和夜色中散发温润且神圣的光辉。设计中纳入了大型景观窗，将外部自然景观引入医疗空间。这设计不仅助于舒缓宠物与家人的焦虑，也为居住者创造了与自然共生的氛围。室内配置强调路径延伸性与光影的变化，走廊被作为沉思的空间，不只是连接机能区域的通道。总结高见病院，透过大气精准的比例控制与材质运用，让医疗机能消融于住宅的温馨与自然的平静之中。佐贺市老字号百年旅馆 Akehono 的餐厅郭岛之间，由100年的和式客房改造成的餐厅作品，将佐贺在地极具代表性的有田烧与建筑融为一体。大胆使用深蓝色琉璃釉瓷砖铺于整个地板与壁面，每块有田烧瓷砖表面带有微小的手工变形凹凸，当光照射时，这些微小瑕疵会产生微妙的乱反射，随着观看者的走动，光影推移，如水面般不断的变换表情。下川彻在改建时未采取抹旧新建的破坏式做法，刻意保留了昭和初期的建筑遗留下来的松木天花板与旧砖墙，同一空间并置多个时代生活痕迹的手法，加深了老旅馆作为文化载体的厚度。壁面涂上立修属色，这种沉稳粗糙感的泥土墙面，压制平衡蓝色瓷砖高光，视觉上不会过于前卫锐利，沉淀出一种符合茶道大师千利休美学，低调内敛的侘寂感。经典代表作品除了商业空间，下川彻在住宅也都留下各色名作，依业主的需求
打造出性格回忆的专属空间。每件作品各有巧思，细品都能从中获得启发。下川彻的建筑不求在都市中争奇斗艳，而是随着岁月留下的痕迹，与土地永久共生。他把传统工法重新诠释成现代喜欢的样子，彻底把建筑与自然生活玩得通透明白。我努力地寻找下川彻本人的照片，发现他相当低调，网络上没有什么他的照片。最后终于在《时尚生活》杂志找到珍贵照片，采访他位于日本九流米的私人住宅。下川彻本人风格与他的建筑作品非常一致，带有一种干净、低调、艺术家气息。下川彻1983年出生于日本福冈县九流米市，他没走传统日本建筑大师的学院养成路线，而是在22岁时以自学方式在九流米创立了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下川彻的成名作 S House 是他独立设计的第一个住宅项目，于2007年竣工，其实是为他父母设计的住宅。当时他刚独立职业不久，并没有太多的预算。这是像亲人卖保险的概念吗？他将这间房子视为自己建筑理念的实验场，针对狭小狭长、两面临路的基地，大胆用整面的清水混凝土屏蔽，有效隔绝街头的噪音与视线。利用镂空中庭，让光线由顶部垂直渗透，创造比实际坪数更宽广的空间感受。这种住宅中庭的新概念被下川彻带起，后续引起仿效风潮，常可以在全能住宅改造网中看到。这件作品在2009年获得德国 Bauer Prize The First House 建筑奖，惊艳国内外建筑界。评审团惊讶这位当时年仅26岁、非建筑名校出身的年轻人，竟然能将空与生活路径处理得如此成熟。这项国际大奖直接让他从九州福冈的地方建筑师一跃成为国际建筑界瞩目的新星。有没有发现世界一流建筑师的成功起手式都是如此的相似？早期一定要有一个网红打卡作品吸引眼球，然后再慢慢投入自己喜爱的擅长风格作品。最后成功的关键在于要有自己独树一格的特色。这个年代不怕你特立独行，就怕你一直想要跟其他人一样。下川彻在业界有个有趣传闻，他对材料的接缝有着近乎偏执的坚持。他曾提到，建筑中的细部如果不够简洁，会吵到空间的灵魂。在设计 Naka Gallery 时，他要求设计所有的杉木板纹必须要连续且对齐，甚至连一颗螺丝钉露出的位置都要精算。当时参与施工的木匠私下感叹这年轻人的设计看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像在修国宝。这种对于极致工艺的要求，让他后来在设计太宰府、安武的这类建筑历史感的店铺，能快速获得传统职人的尊重。他的事业不仅限于纯建筑，还跨足空间室内设计与品牌视觉引导，还会针对店内的包装挑选、员工服装、平面设计提出整合建议。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全场域美学的整体感。下川彻被国外大美誉为对美学有极度狂热的男人。他的设计哲学主要围绕3个面向：模糊室内外边界。他认为建筑的使命是建立人与自然环境的连结。他常运用日本传统建筑的原册过渡空间概念，透过大面积留白的开窗、中庭或食道，将光影风四季与庭园的绿意无缝引入室内。材质的极度纯粹，他偏爱使用时间生命力的天然材质，如雪松木、杉木、清水混凝土、竹编与天然巨石。职人工艺的完美对齐，下川彻的洗练感来自于对细节的偏执。他极力隐藏结构接缝、繁杂五金与开口线条，并极度依赖木匠与泥水匠的顶级手艺，让异材质之间的拼接达到毫米级的完美对齐。
在看完下川彻所有作品后，我发现找不到任何关于插座电灯开关的照片，很好奇他是怎么处理这些现代化的东西，隐藏得如此之好，还是根本就没有。下川彻曾开玩笑说，他最不希望顾客在他的建筑里一直看建筑。建筑师的工作是制作一个容器，让风水、光与人能够在里面流动。如果顾客进到店只顾着看建筑细节，那他就失败了。这是在说我吗？这种退居二线的设计心态，反而在现代追求华丽造型的建筑中显得格外可贵。洗练是一个极具美学深度的词汇，在下川彻空间与建筑设计中，它代表着去无存精、简约而纯粹的最高境界，绝非单调或简陋，却充满力量与细节。